Hello， 大家好，我是店家阿伯。话说，为何临近4强决赛的 LPL 春季赛会延期展开呢？这也是因为 LCK 赛区发生了事故，给 LPL 赛区敲响了警钟。就在前几日 ，LCK 赛区刚刚结束了决赛 ，Faker 也荣获第10冠。赛后，噩耗便随即发生 ，T1 战队官宣自家5名队员核酸检测呈现阳性。不仅如此，如今上海的疫情也不容小觑。于是 LPL 官方再三考量，才决定将 LPL 春季赛进行延期。稍微了解过赛事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春季赛的目的便是为了各大赛区选出征战 MSI 的战队。但是 MSI 举办地为韩国，那么 LPL 又该怎么办呢？近日 LNG 战队 Twinbee 由于春季赛征程已经结束，因此便正式回到了自己的直播生涯。Twinbee 也不愧是安插在 LPL 赛区的内鬼，当 LPL 赛区一有风吹草动，他便迫不及待地给众人透露 LPL 不打 MSI 是真的假的 ？LPL 吗？我没听过这个啊。哎，那个你们现在听别人乱说的没用的。哎呦，很多版本哥们，每一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你们知道吗？这时候不用听那个，就等官方。之前好多人说什么啊，我最后听的就是那个什么线上比赛，如果不行可能就不打了，因为过去回来下一赛就没了。那个不可能过去，只能线上打，就跟以前那个 MSC 一样，季中杯。不然你真的过去了，过去不用隔离，但是你回来要隔离。回来隔离，今年下一赛1个月要打完，你隔离1个月，那下一赛都没了，你不可能让2队上吧？你不可能，也不能在酒店隔离的时候，那个在酒店用酒店的电脑打比赛，不能这样。我最后听到的是，我们那个时候季后赛的时候听到的是，要么就线上，要么就不打。那别的什么其他赛区无所谓，其他赛区他们还是会去的。他们不可能什么，比如说你一个欧洲对我、北美对我在线上打，他们200平打不了。但我们无所谓啊，我们反正30平，之前以前打过了嘛，那个之前 MSC。在 LPL 没有名额压力的情况下，确实没有必要前往现场参加活动。Twinbee 既然已经爆料了，这意味着关于参加 MSI 的处理方案并不是空穴来风。LPL 的各大战队确实思考过关于参加 MSI 所能得到的结果，并且想到了最佳的方案。其实其他游戏比赛已经试行过线上赛，效果也挺不错的，观众们可以看到激烈的比赛盛况，而选手们也不用担心疫情会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影响。LPL 不去现场，对于 MSI 现场而言是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决定，但官方肯定不想让 LPL 就这么放弃比赛资格。一方面，现在的 LOL 依然是有庞大的中国市场，如果 LPL 放弃参加 MSI， 那么将会有很多中国观众放弃观看 MSI， 这对于 MSI 而言是一次不容小觑的损失。再者 LPL 是去年的冠军，实力毋庸置疑，如果 LPL 不来参加 MSI，即便 LCK 拿下了冠军，也很难服众。从各种角度来看，官方都必须要重视这一次 LPL 参赛的结果，所以这也是Twinbee爆料真实性很高的原因。如果说 LPL 只是一个小赛区，也没什么曝光度，那么官方肯定是不会因为一个小赛区放弃参赛，改变原本的计划。但如果 LPL 真的放弃参加 MSI， 对于官方而言，这一次举办 MSI 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了。毕竟除了 LPL 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战队可以对 LCK 战队造成威胁，比赛也就没什么看点，观众们的热情也不会高。从目前来看，线上赛已经成为了趋势，但具体 LPL 战队到底会做出怎样的决定，还是要看最终 MSI 官方的官宣。不过阿伯认为，无论 LPL 做出什么决定，最根本的都是在为亚运会让步。自从 S8 赛季电竞比赛成为了亚运会的表演项目之后，大家就对于电竞赛事更为关注，甚至推动电竞赛事向传统体育发展。通过这几年的不懈努力，在今年的杭州亚运会中，电子竞技已经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项目，获得的奖牌会计入到奖牌榜之中。前几天的时候 ，LCK 赛区正式公布了电竞比赛的主教练，不出意外 ，Koma 再次成为了英雄联盟项目的教练。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毕竟在上一次的比赛中，他们输给了中国队，而 LCK 赛区的亚运会名单也已经有了雏形。毕竟 T1 战队以全胜的战绩拿到了这一次的春季赛冠军，
他们人员入选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就是不知道官方的要求中有没有一支战队最多只有2名选手入选。如果没有这个要求的话， T 战队很有可能会全队参与到亚运会的比赛中，同时带上 DK 战队的打野选手堪用。而 LPL 赛区也已经开始了为亚运会做准备了。对云 B 在直播时透露，但是今年下一赛我跟你们说1个月可能要打完，就是可能最多只能打1个多月，因为到时候他们要去集训那个原因。然后所以冒泡赛跟季后赛所有东西都是加起来，下一赛，然后季后赛加冒泡赛可能加起来差不多1个多月吧，不到2个月。到时候可能差不多2天打1场吧。我听说好像也有1点的比赛，现在不是只有3点嘛，3、5、7，到时候可能会有1点的比赛，1、3、5、7这样，一天要打4场比赛，很夸张。这种赛程很容易，就是跟 VMG 一样，就今年春季赛的 VMG 一样，要么就3连跪，要么就3连胜，可能赢的队伍会一直赢，输的队伍会一直输。我不知道下一赛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反正我知道的是不会打太久，下一赛最多打1个多月吧，好像打1个月差不多。并且这时候 LPL 陪练团也将正式亮相。这次的陪练团主要分为2种，第一种是已经进入世界赛的队伍，因为这些队伍在实力上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另一种是官方临时组建的队伍，说白了就是从没进入世界赛的队伍中找一些表现比较好的。相比陪练团，大家更关心亚运会选手名单。而 BLG 的辅助刘青松在直播时透露了亚运会的消息，原话如下：亚运会只能说要试训一下，试一下才知道让谁去。那个名单上有很多人的，5、60个，我觉得去5、60个真的没必要，选几个去就可以了。从刘青松这段话可以看出 LPL 赛区对亚运会项目是非常看重了。对比 LCK 那边就是春季赛的冠军阵容， LPL 则是挑了1半的队员去参加试训，但是试训的内容跟组合还不得知，所以最后确定的名单还不能确定，到底是怎么个试训模式大家也不清楚。但是既然是这么大规模的试训，我想选出来的阵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值得一提的是，阿博这边也看到了小道消息， LPL 亚运会大名单已经入选2人，圣枪哥和 WBG 中单安九带资进队，目前已经霸占 LPL 亚运会大名单2个名额。不过按照队伍排名乃至选手实力来说，怎么也不应该先让这2人锁定2个亚运会大名单的席位。这则消息是出自于 EDG 教练阿布之口，其可靠性和真实性是有一定保证的。毕竟阿布教练作为曾经执教过亚运会出征队伍的主教练，本次自然也参与竞聘了亚运会主教练。基于目前 LPL 赛区规则的限制，本届亚运会出征阵容需要将名额分散开来，不再是像上一次 RNG 一家独大。如今每支队伍只有1到2个份额可以参与竞聘，即便是如今 LPL 有一支和当年 RNG 一样的全华班，也无法多出2个以上的参赛名额。不过根据阿布教练的透露，这份初选大名单只是其中一种选拔思路，也就是说还有其他选拔思路，其参考项以及各项数据所占比例都是有变动的。初选大名单5人组为上单圣枪哥、中单安九、打野姐姐或者 RNG 打野卫、下路 iBoy、辅助小明或者 on。 如果最终真的确定这套阵容的话，可以说 LPL 赛区可以提前宣布结束了。就目前 LCK 赛区 T1 原班人马出战的阵容，怎么看 LPL 都没有任何胜算。首先针对于圣枪哥来说，如今 LPL 赛区上单选手人才辈出，呼吸哥、阿碧和 Wayward 等人都是强于他的存在。而中单安九就更无需多言了，上一场对位 Scout 4场比赛被乱秀，打出了敌我中单差距的即视感，让我们真正从视觉上感受到同为中单选手，差距真的可以被拉开到职业和业余的级别。其实在 LPL 观众心目中，如今 LPL 亚运会首发阵容的最优解早已经有了答案，上单 B 或者 Wayward， 打野姐姐和卫2选1，中单小火和 Net 2选1。下路组合的选拔上可能会略有争议，如果威武在后续总决赛顺利夺冠的话， Folek 确实更有资格和话语权去争夺这一届亚运会首发 AD 的位置。而辅助位置如今 LPL 赛区中被划分为辅助小明和其他辅助，
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争议了。此外，除了需要考虑到选手个人实力和众多参考因素之外，还要看当把各个选手聚之一堂的契合度。从以往世界赛冠军队伍的夺冠经验来看，能够夺冠的队伍从来没有出现过5个位置都是世界第一人的情况。毕竟一山不容二虎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总的来说，还需要看后面季后赛4强的比赛如何，这将影响亚运会的候选名单。那么你认为目前 LPL 赛区哪几位选手组成的亚运会名单能够与 T1抗衡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哟。